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Lu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Lu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今年季后赛的哈登打出了离开雷霆以来最差的表现。7场比赛，他场均得到 18.6 分、5.6篮板、9.4助攻。这是哈登近10年来首次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低于20分。而本赛季他的总体表现也不尽如人意，场均只有21分、8篮板、10助攻的表现，投篮命中率只有 40%。其实从表现上来看，场均接近3双的表现已经很优秀了，但是放在哈登身上就显得非常违和。要知道，过去的他除了在新秀前3个赛季，从来没有这么差过。当然，这里面或许有一些其他因素，比如伤病。哈登在这个赛季饱受伤病折磨，尤其是他的腿筋。但你不得不承认，这个赛季哈登的水平确实下降了。可我们却不能否认之前的哈登得分能力有多么出色。火箭时期哈登最巅峰的那几年，可谓联盟最强的得分手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这一点在18到19赛季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那一年，哈登单赛季场均35分、7助攻的神迹如煞众人。那么巅峰哈登究竟有多恐怖呢？这部影片，鲈鱼就带大家回顾一下巅峰的哈登究竟有多么疯狂。18-19赛季对于所有哈登的球迷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。那个赛季哈登的超神表现意味着起码10年，也仅仅可能会看到一次爆炸性数据的诞生。意味着联盟真的出现了一个人，开始对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上古纪录发起了冲击。意味着在那些武侠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单骑救主的英雄主义，再一次在和平年代的竞技场里出现。19赛季哈登场均 36.1 分，联盟得分王。科比在06赛季场均能拿下 35.4 分。过去了13年，再也没有人在场均得分上达到如此高度。再往前看，是88赛季的乔丹场均35分，87赛季的乔丹场均 37.1 分。哈登的场均 36.1 分仅次于87赛季的乔丹。再往上数就是上古时代的张伯伦了。但这还不算最重要的，作为高阶数据榜的霸榜者，哈登在那个赛季更是打出了13项历史唯一的数据。第一，单赛季对联盟29个球队都拿到过30加，历史唯一。第二，单赛季场均35加球员中带队战绩最好。第三，单赛季场均35加球员中场均出手最少，仅为 24.7 次。第四，单赛季场均35加球员中真实命中率最高，真实命中率 64.1%， 唯一的 61加。第五，单赛季场均35加，距离联盟第一战绩胜场差最少。第六，单赛季场均35加，球员场均助攻最少。第七，单赛季场均36加，球员场均罚球最少。第八，单赛季场均36加，球员罚球命中率最高。第九，单赛季场均35加，球员3分命中率最高。第十，单赛季场均35加，球员3分进球数最多。第11，单赛季场均35加，球员投篮效率最高。第12，单赛季场均35加，球员场均出场时间最少，唯一低于40分钟，场均 37.1 分钟。第13，单赛季场均35加7助攻，历史唯一。哈登真的是得分组织一把抓，一个也不落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大家都喜欢拿哈登造犯规说事情，但事实也摆在眼前。哈登单赛季场均36加，球员场均罚球最少，场均 11.1 次。其他现象级的表现更是比比皆是，连续32场30加的得分仅次于张伯伦。能单场得到50分，可以说是联盟的佼佼者，而哈登更是独一份。那个赛季9场得分50加，就连 NBA 官推都吐槽了，真的已经快没地方了。当然，这些依然还不够。关于描述关键时间，有这样一个清晰的定义：在比赛最后5分钟里，两队分差在5分以内。而那个赛季，哈登在138分钟的关键时间内可以砍下187分，而第二名素以大心脏闻名的肯巴沃克，在151分钟的时间里拿下170分。
在单赛季得分前2名差距这一项，砍下2723分的哈登领先第2名泡椒648分，这一数据也能够排到历史第4。无论你是否喜欢或者讨厌哈登，就凭这2个双第一，哈登确确实实打出了一个现象级的例行赛表现。当然，这只是数据层面的恐怖。那年哈登在技术层面也达到了巅峰造极的地步。首先，你会注意到哈登在比赛中重复胯下运球，他会一直处在移动的状态中，从不给防守者放松的时间。就像这个回合，连续的进行胯下运球，但在运球过程中他还保持着移动，随后突然加速突破防守。这个回合同样是连续的胯下运球找节奏，随后突然加速突破过掉防守。很多时候哈登都能使防守者陷入他的移动节奏当中来，直到让防守者到哈登想要他达到的位置。可以看这里，哈登晃动了防守者多少次，而且基本都是简单的重复一个动作。这里他重复使用胯下运球，迫使防守者向后移动，随后一个小后撤步获得了舒适的投篮空间。他会用他标志性的连续胯下运球变向虚晃来创造他所有的单打。有时候他可以做得很快，让防守猝不及防，有时候他也可以做得很慢。在这些时候，他可以选择直接突破或者创造空间投篮。哈登可以有很多进攻选择，而防守者只能跟着哈登的节奏来，但却不知道哈登下一步要干什么。哈登做如此多的胯下运球最大的目的就是观察防守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如果腿脚都被束缚住了，你哪儿也去不了，而哈登就是这样惩罚防守的。如果观察到防守靠得太前，那么他就会选择加速突破；如果防守站得比较靠后，那么哈登就会后撤创造出空间投篮。而说到哈登在火箭时的成名武器，就是他的后撤步3分跳投。就像这里连续的胯下运球，随后左脚突然向前迈一步用力蹬地，造成防守后移。这也意味着防守基本无法对哈登的投篮造成什么干扰，右脚往自己身后撤，从而获得了投篮空间。这里也是胯下运球，随后左脚向前迈一步，逼迫防守向后退，紧接着左脚点地后撤收球完成投篮。火箭时期哈登的后撤步就如蜻蜓点水一般，你会发现他动作非常轻盈，流畅度也很高。但篮网和76人时期他很少用这一招了，杀伤力也是肉眼可见的下滑。很多时候他需要面对被严重干扰状态下完成出手，而这也是许多球迷所怀念的。哈登当时还不是靠欧文那种眼花缭乱的万花筒进攻技术，他的进攻或许只有后撤步3分，连续胯下运球突破，而防守也非常清楚这一点。但即使这样，你也防不住哈登，这是最令人无助的。以前的哈登单打为无差别单打，无论面对单防还是夹击，一个胯下加速变向，不是突破就是3分。面对对手的贴身防守，哈登只需要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，一个加速就把防守者甩得看不见尾灯了。现如今，由于哈登体重的增加和瞬间爆发力的下降，哈登只能进行点名单打。对阵热火，哈登只能通过制造错位点名邓罗、C 罗进行有效得分。面对塔克的牛皮糖式防守，哈登更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现在的哈登仍然属于球星的水平，但现在的他距离联盟顶级巨星是有了一定距离的。况且哈登现在已经32岁了，且身体状态下滑严重。如今想要再回到火箭灯时期的状态，那只存在于理论上的可能性。可能你未曾见到过巅峰哈登的得分场面，但迅速跌落至此，还是多多少少让人始料未及的。如今的哈登跟巅峰相比，实力确实有所下滑，也在不断遭受外界球迷和媒体的质疑。即便季后赛前2场缺少恩比德的情况下，也未能重新证明自己。也许我们再也看不到哈登拿下恐怖的50+甚至60+3双，但我们不能否认，作为哈登这个等级的球星，维持基本的数据输出或者说兜底能力依然存在。全场狂砍30+准3双，末节以一己之力让费城和热火重回同一起跑线。作为前 MVP 得主，上一次得分30+还要追溯到今年的1月26日。今天哈登的表现确实再次唤起球迷心中的那个大胡子，让拿下40+的巴特勒也变得黯然失色。但在这些背后，还有个更影响比赛胜负的最重要原因，就是恩比德。就像之前说过的，费城、蒂登这2人缺一不可，
那么这部影片，陆瑜就为大家分析恩比德的重要性以及哈登末节的神勇发挥。其实光看得分，恩比德表现好像不算太出彩，但恩比德的作用对于76人来说是无可替代。恩比德回来的最大作用就是攻防两端的威慑力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进攻端，恩比德复出后，无论状态是不是100%，只要站在那儿，威胁就有；只要站在那儿，热火就不敢放，就必须得找人时刻盯着。就像这里，恩比德和哈登往同一侧站，热火弱侧的防线就被拉扯得差不多了。而之后塞布尔的空切，热火完全没有注意到，全部的注意力全部都在上线的3个人那里，这就是恩比德的作用。恩比德的复出让76人重新在禁区之内竖起了一个进攻强点。热火原本可以踩着3分线进行防守轮转，但现在他们必须要在游击区里安排多名防守球员来限制恩比德，这就让76人的角色球员重新获得了呼吸权。同时，细心一点可以看出来，在恩比德复出这2场比赛，热火防守重心和前2场不同。前2场，热火方所有的防守资源全部都放在了哈登身上，而当恩比德存在时，热火也不敢对哈登进行肆无忌惮的包夹了。我们看这回合哈登和里德的挡拆形成的瞬间，阿德巴约和奥拉迪波直接在哈登面前竖起了人墙，堵住了哈登的突破路线。而这时里德的内切，热火根本没人去管，只能让洛瑞过去顶了一下。而哈登面对双人人墙往内的出球角度被封死，只能往弱侧底角急甩，最后被热火识破完成抢断。热火面对不同的掩护人给哈登的包夹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恩比德的进攻威胁实在太强了，热火不敢给恩比德在这么深的位置1打1的机会。但其实这个回合反映出2个非常明显的问题。第一，恩比德这2场状态其实和他面对暴龙系列赛相比，状态不是很好。可问题是，恩比德并不需要恢复到很好的状态，他只要站在场上就能对热火的防守造成巨大威胁。第二，你把哈登名字去掉，然后去关注这个球员，会发现他是一名出球能力非常强的控卫。在缺少恩比德时，哈登不仅需要这样的出球能力，还需要曾经的得分能力。但如今的哈登真的很难同时兼顾了。可当恩比德在场时，哈登就只需要出球能力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恩比德，哈登出球出不了，76人得分太难了。但如果没有哈登，没人给恩比德出球，那恩比德就无时无刻不遭到热火的无情包夹，即使恢复到例行赛得分王状态，也很难发挥。如果2个人都不在，那76人就没得打了。我们看这个回合，哈登弧顶反调给篮下恩比德，助攻恩比德篮下轻松打进。光看这回合，恩比德其实是没有什么机会，但这种球也就是哈登可以传出来，也是他们俩的默契。所以当蒂登2个人同时在场时，对于防守来说你真的很难办。而恩比德不只是对于进攻有影响，更大的提升其实是在防守端，这也是我个人觉得恩比德最大的价值。小乔丹在防守端就是一个大漏勺，里德太年轻，经验不足，这些都是前2场76人的最大问题。这也使得前2场76人根本没人能限制住阿德巴约。阿德巴约这名球员有镜框得分技术，有一定的策应能力，但射程不够远。这种特质的球员最怕的就是静态天赋比他还强的，而恩比德就是这样的球员。面对恩比德，阿德巴约很难打出好的表现。可以回想一下2020年浓眉对上阿德巴约，把后者摁在地上揍成什么样。恩比德的回归让76人防守有3样东西重塑：第一，禁区的护框；第二，76人防挡拆变得更好了；第三，恩比德重塑了塞布尔的防守。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之前塞布尔的防守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强？他跟勒布朗是有点相像的，当他出现在进攻球员身后时，他的防守威胁非常大。所以当恩比德在时，这就意味着塞布尔可以在外线肆无忌惮地去扑防。当这些球员过掉塞布尔奔袭篮下，发现恩比德在篮下待着，这时就会极大发挥塞布尔的防守能力。如果内线要是换成小乔丹，塞布尔还没起跳呢，进攻球员就已经完成得分了。可恩比德的存在
进攻球员就不得不减速，重新考虑进攻。可一旦减速，他就进入到塞博尔的防守世界了。所谓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一支球队的攻守运转模式，大概就是说的恩比德吧。最后，我们再来说说末节16分的哈登。这轮系列赛之前3场，哈登在第4节一共只有7投1中，怒砍2分，基本上就是到了一个末节就隐身的状态。但是今天的第4节，哈登彻底支棱起来了，9中5，3分6中4，单人单节独得16分。这球哈登和恩比德打挡拆，热火换防哈登阿德巴约，这球阿德巴约防得很好，并没有给哈登突破的机会，所以眼看时间不多，哈登只能运球找节奏。随后又是一个后撤步3分，这一球马克西持球突破没有机会，随即甩给弧顶的哈登。哈登不管那些，接球后直接出手3分再进。这一刻他就是那个曾经的 MVP。 即使现在他的身体退化，即使他现在回不到过去了，但他依然在努力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他做这些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为了追上曾经那个优秀的自己。现在的恩比德还不是10成功力，健康的他会给角色球员带来更多的带动作用，而费城终于在最需要哈登的时刻等来了那个最完美的哈登。相信有了这么一场胜利加持下，哈登的表现，这也不负外界对这支球队极高的期待，尤其是哈登和恩比德的2人组。恩比德和哈登合体前3战76人保持全胜，但同时也遭受了人们的质疑。人们质疑他们对手不强，灰狼、尼克斯都不是把争冠视为目标的队伍，而面对骑士的比赛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块试金石。以往地灯挡拆那是佛挡杀佛，可当地灯挡拆没办法产生相应的效果时，76人还能否呈现出所向披靡的姿态呢？就像打骑士的比赛，骑士用出了一招联防针对，可以说一下子把76人打懵了，地灯挡拆也没发挥出效果。但是最后结果我们都看到了，76人逆转击败骑士，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实力。而从这场比赛也可以看出来，哈登带给76人的价值究竟在哪里。那么这部影片，鲈鱼就为大家分析，当地灯挡拆被针对的时候，哈登能带给76人有多大的价值。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数据，哈登、恩比德合体的前3场比赛，这对2人组场均砍下 59.3 分，哈登真实命中率 79%， 恩比德真实命中率 68%， 76人场均127分，进攻效率每100回合得132分。你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串何等恐怖的数据，所以面对这样的对手，比克斯塔夫肯定会拿出点东西来。从开局你就能发现骑士对这场比赛的重视。开局骑士在防守端就摆出了1盯4连的防守站位，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对76人常见招式做了针对性部署。当哈登想要启动地灯挡拆时，直接换防拆解，继续保持1盯4连的阵型。我们看这个回合，弧顶的加兰负责盯着哈登，内线的4名球员在游戏区附近全部面向哈登，成一个 box 型站位。当恩比德从莫布利身边离开，准备给哈登挡拆时，可以发现莫布利和加兰就提前进行了换防，站在哈登的面前。同时另外4个人还是站在游戏区4个角，防止哈登突破。哈登想要投篮的话，莫布利手长也可以干扰到。而当哈登把球分给恩比德时，可以看到莫布利放掉哈登，开始靠近恩比德。马尔卡宁也将强侧底线区域卡得死死的，连恩比德翻身跳投的机会都不给。只要恩比德运球，莫布利包夹很快就到。不要说哈登外线，恩比德内线空位机会没有，连持球单打都出现不了机会。这个回合还是一模一样的站位，一模一样的提前换防。这次球没有过恩比德的手，而是给到了底角的哈里斯，3分没进。即使恩比德在低位这片区域启动单挑时，也会遭到包夹的困扰。骑士至少会摆2个机动型内线轮转到恩比德身边，然后夹击。就像这个回合，莫布利本来是防守底角的，但当恩比德背身单打时，莫布利马上过来包夹，等恩比德出球后又快速回位。并且从骑士的1盯4连可以看出来，他们将3分线内的区域全部铺满了。等76人投篮出手时，
基本上内线都有4名骑士球员在收缩保护篮板，这也就意味着，当76人外线的出手如果不进时，那基本上就是骑士拿下篮板并打快速反击了。这一套1盯4连策略对内线保护程度非常高，而他们的弱点是无法照顾到3分线外所有区域，这也是所有联防策略的通病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哈登在串联球队时非常注重底角射手的位置。就像这个回合，哈登直接把球传给了底角空位的哈里斯，但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如果加兰没摔倒的话，还是能够补防哈里斯的。所以骑士的联防并没有给76人很好的3分机会。内线打不进，外线投射手感冰凉，那就是没篮板。那骑士防守阵型摆出来了，对76人来说就是该怎么破。从原理上来讲，1盯4连和普通联防的区别在于，那个1盯的点是游离在联防体系之外的，这就意味着其他4个人要覆盖3分线内的所有区域。而由于 NBA 3分线远，所以哪怕是5个人也不容易覆盖全部，更何况4个。所以破1盯4连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攻击内线，迫使联防回收后再分球到外线，然后不论是直接投还是继续突分就随便了。就像这个回合，恩比德在罚球线附近接球，吸引了马尔卡宁的防守注意力。这时塞布尔聪明的切入，恩比德人到球到，然后吸引防守再转移到底角，骑士的轮转很快就到位了。但你人跑得再快也没有球跑得快。哈登最后在弧顶接球又吸引了包夹，再传球给马克西命中3分。当然了，76人可以破解骑士联防的关键还是在哈登。这个回合莫布利盯防哈登，其余4人联防站位。此时如果哈登要和恩比德进行挡拆配合，无论走哪一路都会被骑士包夹。所以这里哈登并没有着急发动进攻，他先是向左侧运球，佯装要去与恩比德进行挡拆配合，将骑士防守向左侧牵制。但是这里我们注意一个细节，当恩比德上来挡拆时，哈登用右手指了一下右侧，并让恩比德移动到这片区域。等莫布利完全来到自己面前时，把球再调给恩比德，而当恩比德接球时，已经形成了大打小的错位机会。这时再注意，弧顶这片区域只剩下哈登了，而哈登双腿屈膝，随时做好接球发起进攻的姿态。所以这时莫布利是真的不敢协防的，因为在最后的关键时刻，你可以大胆赌恩比德的3分，但你赌不起哈登的3分。最后用一记金鸡独立完成终结。而这个回合同样是哈登引导破解了骑士的防守，哈登持球向左侧移动，而这时恩比德心领神会，直接移动到右侧区域，利用身体死死卡住了加兰。等恩比德卡好位置后，哈登及时将球给到了恩比德手中，恩比德拿到球后再次大打小。我们看哈登又是双腿屈膝，随时做好接球进攻的准备。这回合在恩比德单打的时候，莫布利放弃了上一次的防守策略，上前进包夹恩比德，可恩比德眼疾手快，在被包夹的一瞬间就把球分给了哈登。哈登拿到球后加速运球到罚球线附近，急停抛投得手。这2个回合哈登的指挥完全是从正面瓦解了骑士的1盯4连。当对手场上有2个核心，尤其其中一个还是有中投和单打能力的内线时，1盯4连就会开始变得让自己尴尬。哈登很聪明地找到了破解1盯4连的方法，而骑士呢，为了切断哈登恩比德的连线，努力了1个晚上，最后还是败在了这招上。哈登的到来不仅仅是成为恩比德之外的另一个火力点，更重要的是在场上帮助恩比德，给他思路如何破局。这场比赛很好的说明了，当你把地灯挡拆彻底摘掉时，76人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。如今东部联盟其他球队仍处在混战之中，而对于76人来说，现在是真正的起航之时。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，请点点订阅，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。